辞掉挂了10年的非洲公园董事头衔，转头就想蹭王室大型活动露脸。哈里·梅根整出个私人王室家的奇葩模式，平日里不干活，不担责躲清闲，有排场有流量的时候，就顶着公爵夫人的名头出场占便宜。结果算盘刚打响，英国首相直接一盆冷水浇下来，安保自己解决，国家半毛钱都不出。说白了，这哪里是衣锦还乡，是在美国混到人人嫌，灰溜溜回英国想两头占便宜，结果两边都不买账。8月24号，哈里正式宣布辞去非洲公园董事会董事职务，董事会主席瓦斯纳拉希姆汗还假模假式发了声明，感谢他10年的服务。外界一开始还猜是不是他要回归王室公职，所以辞掉私企职务腾身份，结果转头就爆出了真正的心思，他俩根本没想回去干活，是想搞一种全新的玩法，私人王室家。什么叫私人王室家？意思非常直白，平时他们就是普通私人家庭，住自己的房子，做自己的生意，不用遵守王室严苛规矩，不用常态化出席公务履职，安保住房全自费，彻底躲开王室的束缚与责任。可一旦王室有大型公开活动、重磅场合，比如加冕礼、阅兵、圣诞致辞这些有曝光度的场面，他们又得收到邀请，以王室成员的身份公开亮相，蹭足王室流量，保住贵族光环，顺便给自己的商业口碑造势。说白了，就是责任半点不担，好处半分不落。当年2020年跟女王谈桑德林厄姆协议的时候，他俩就提过这个想法，想搞半进半出的折中模式，被女王直接否了，白纸黑字定了全进全出的死规矩。现在女王不在了，查尔斯心软，他俩觉得机会来了，又把这套压箱底的方案拿出来了。甚至哈里特意辞掉非洲公园的董事，都是算计好的，一来不给人留下身兼私企职务的画饼，方便他以后以王室身份出席活动；二来还能对外立一个为了家庭回归，辞掉工作专心陪孩子的顾家人设，一举两得，算盘打得噼啪响。说白了，这套两头占便宜的玩法，他俩早就想试了。2022年女王白金禧年的时候，他俩就借着庆典的由头回英国，想搞半公开半私人的亮相，私人场合走亲情路线蹭曝光，官方活动又想站到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露面，结果女王直接定了规矩，只能参加私人纪念活动，王室官方的阅兵、阳台亮相、国宴一概没邀请，连马车游行的队伍里都没他俩的位置。那次就碰了一鼻子灰，只是当时他俩还觉得自己在美国有资源有热度，不在乎这点小挫折。他们算盘里的私人王室家，精准瞄准的全是高曝光、低责任的黄金场合。每年圣诞、桑德林厄姆的家族聚会，既能拍全家福利人设，又不用承担任何公务。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、切尔西花展这些名流云集的活动，顶着公爵夫人的名头出席，既赚话题，又攒人脉。还有每年的复活节礼拜、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活动，站在王室成员队伍里，就能变相坐实自己的王室身份，不用天天打卡上班，不用承担履职压力，只要关键场合露个脸，王室的光环就能一直挂在身上，给自己的商业品牌持续输血。这如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他俩的算盘刚打响，第一记耳光就来自英国首相府。安迪·伯纳姆公开面对记者提问，直接把话挑得明明白白，这是哈里和梅根自己的事，我们祝愿他们一切顺利。这话听着客气，实则刀刀见血，等于官方层面直接定性，他俩的安全是私人事务，跟国家没关系，纳税人1分钱都不会出。你要知道，哈里为了公费安保的事，整整折腾了6年，打了3场官司，次次败诉。法院早就判了非在职王室成员不享受公费安保，可他一直不死心，觉得这次举家永久定居，就能拿孩子上学、长期居住当筹码，逼政府松口。结果首相直接出面定调，等于从司法到行政，自上而下彻底把这条路焊死了，连个缝隙都没留。为什么首相态度这么硬？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是跟威廉通过气的。威廉早就跟内阁打了招呼，涉及哈里的特权问题，一律按桑德林厄姆协议来，半分都不能让。威廉心里太清楚了，今天松口给了安保，明天他就敢要正式活动邀请，后天就能提办公职待遇，一步步蚕食。最后桑德林厄姆协议成了一张废纸，
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，开了就是对所有遵守规矩的王室成员的不公，就是动摇君主制的规则根基。而且威廉也算准了民意，现在英国深陷生活成本危机，老百姓连取暖费、伙食费都发愁，谁愿意每年掏几百万英镑给一个住着千万豪宅、拿着天价合约的前王子当保镖？首相这话一说，老百姓都得拍手叫好，既守了规矩，又赢了民意，一举两得。更狠的是，这话还堵死了哈里拿安全风险卖惨的路。他之前总拿戴安娜的事说事儿，说没有官方安保不安全，可首相直接把事定性成私事，意思就是你觉得危险就自己花钱请保镖，别拿纳税人的钱填你的安全感。至于哈里说的什么40页风险报告，什么本土独狼威胁，官方根本不接茬。你觉得危险你自己举证，你愿意花钱你自己升级防护，公家的资源半分都别想蹭。其实 RAVEC 委员会早在7月底就完成了全新的风险评估，结果却一直压着不告诉哈里，逼得他3番5次找内政大臣催结果，催到自己都坦言已经麻木，不是评估做不完，是结果早就定了，不批准公费安保，甚至连他之前提出的自费购买官方警力保护的方案也一并驳回。英国法律早就写得明明白白，专业警务保护是公共资源，绝不允许私人花钱购买，哪怕你是国王的儿子也不行。更狠的是，英国严格控枪，私人安保公司的保镖根本没有持枪权限，就算哈里愿意每年掏300万英镑请顶级安保团队，也只能配些不带枪的安保人员，跟在职王室成员那种配枪特警、情报预警、防弹专车的全套配置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。为了这事儿，哈里前后后打了3年官司，光诉讼费就花了150万英镑，从高等法院打到上诉法院，4次败诉。2025年5月，上诉法院3名法官一致驳回的时候，主审法官的话特别扎心，你的陈述有力且情感真挚，但个人不满不足以构成法律挑战依据。他当时还眼含泪光接受 BBC 专访，暗戳戳说有人希望我妈妈的悲剧重演，拿戴安娜的死道德绑架，结果照样没用。法律不认眼泪，更不认你王子的身份，不履职就是没有资格，半分情面都不讲。首相这次公开表态，等于从行政层面彻底把定死了结论，司法不支持，行政不兜底，想回来可以，安保自己解决。首相只是堵了安保的路，王室这边直接连社交的门都半掩上了。从官宣回迁到现在，王室核心成员没一个人公开发声说欢迎，查尔斯也就私下跟身边人表示乐意见孙子，半点官方欢迎声明都没有。威廉凯特更是该去教堂去教堂，该去打猎去打猎，全家整整齐齐出活动，就跟没这回事一样。凯特更是连态度都懒得表，该出席活动出席活动，该陪孩子陪孩子，半点要调解的意思都没有。他早就不做这个和事佬了。兄弟俩的矛盾，他现在根本不想沾，守好自己的王后位置，顾好自己的3个孩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为什么整个王室集体装聋作哑？3层原因，一层比一层现实。第一层，过往的仇没消，当年奥普拉专访的种族指控，备胎自传的家丑爆料，网飞纪录片的各种抹黑，桩桩件件都还热乎着呢。尤其是梅根说的王室成员议论孩子肤色，到现在都是王室的禁忌，谁跟他们走得近，万一被他们拿出来当素材爆料，惹一身骚，犯不上。第二层，站队的现实。现在威廉是王储，未来的国王，整个王室核心圈都看他的脸色行事。威廉跟哈里早就决裂了，女王葬礼后就没再说过话。2025年，俩人在相隔10英里的地方各办各的慈善活动，全程零接触。这种情况下，谁主动跟哈里家亲近，就是摆明了跟威廉作对，都是在王室混的，谁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？第三层，根本融不进去。阿奇和莉莉贝特从小在美国长大，美式教育放养惯了，跟王室从小教的规矩礼仪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再加上梅根把孩子护得密不透风，连长相都很少公开，跟乔治、夏洛特、路易根本玩不到一块儿，理念不一样，习惯不一样，硬凑也凑不到一起。说白了，他俩就算人回到英国，也进不了核心圈子，最多就是边缘晃悠，偶尔靠查尔斯的关系见个面，想回到当年的地位，门都没有。
就连住的地方都透着明明白白的边缘化。他俩这次回英国，住的是伦敦近郊名人聚居区的私人租赁豪宅，具体地址严格保密，就为了躲狗仔，每月租金24000英镑，所有费用全自掏。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弗洛格穆尔小屋，早就被查尔斯收回去了，钥匙都交给了安德鲁，让他的女儿们去温莎的时候住，等于王室的房子半间都不给他们留，想回来就自己租房子住，跟普通富豪没任何区别。孩子的学校也选的是普通的私立走读学校，阿奇读的预备小学一年学费22000多英镑，莉莉贝特的学前部一年15000英镑，跟乔治、夏洛特、路易读的皇家御用学校根本不是一个层级。人家的孩子从小接受王室礼仪、公务启蒙，他的孩子就是普通私立学校的学生，连王室的教育资源都沾不上边。之前哈里还动过让阿奇读伊顿公学的心思，后来也不了了之。就算他想送，伊顿也得愿意收，真收了一个脱离王室的王子的儿子，指不定要惹多少争议。更现实的是，整个王室核心圈没人主动跟他们走动。安妮长公主本来就瞧不上梅根的做派，爱德华王子一家跟威廉凯特走得近，就连旁支的尤金妮、比阿特丽斯公主都不怎么跟他们联系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威廉是未来的国王，跟哈里走得近就是跟未来的国王作对，这笔账谁都会算。很多人觉得他俩是念亲情才回来，根本不是，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，不得不走。这哪里是衣锦还乡的回归，分明是商业崩盘、社交破产之后的战略撤退。先算经济账，当年刚去美国，网飞1亿美金合约， Spotify 独家播客合作，企鹅兰登自传签约，风光无限，觉得自己脱离王室照样能混得风生水起。结果6年下来全黄了，播客做了1季就停了，平台嫌他们光拿钱不干活，产出效率远低于预期，网飞合约到期不续。后来他们自己制片公司拍的纪录片《饼干皇后》，网飞连上线都不肯，全美446家影院上映，首周末票房才25万英镑，单场影院才赚500镑左右，连小众独立片都不如，收入砍了大半，支出半分没少。加州蒙特西托的豪宅1年房贷就要60万美金，私人安保团队1年固定支出300万美金，再加上地税、管家团队工资、孩子的私校学费，1年刚性支出600万美金打底，坐吃山空，谁扛得住？再算社交账，好莱坞名流圈早就不跟他们玩了。当年刚去的时候，奥普拉、贝克汉姆夫妇、卡戴珊家族都凑上来，想蹭王室热度。现在纷纷划清界限，碧昂斯演唱会邀请他们去观演，连个后台私下合影都没捞着。当年交好的脱口秀主持人艾伦早就移居英国，不跟他们往来了。6年下来，既没建立起稳固的商业人脉，也没融入真正的名流核心圈，浮在半空，上不去下不来。就连蒙特西托的邻居都嫌他们。美国媒体第6页爆料，邻居听说他们要搬去英国，都欣喜若狂，说终于送走这俩麻烦精了，说他俩总仗着王室身份向社区和熟人索取过分帮助，从来不回报，天天媒体围着转，打破了社区的宁静，没人受得了他们。纽约邮报更损，直接用红色头版发评论，标题就叫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，拿独立战争的老梗嘲讽他们，说美国人再次击败了英国人，赶紧滚回英国去霍英国人。你说混到这个份上，不回英国还能去哪？澳洲、加拿大人生地不熟，更没资源。回英国至少还有个头衔，还有查尔斯这个心软的爹，还能打打亲情牌，蹭点好处。说白了，找了个陪伴老父亲的好听由头，实则是找个下台阶的地方。先看事业崩盘的程度，俩人的核心商业主体 Archewell 基金会，从2020年到现在，前后走了近25名高管和员工。2025年底大规模裁员之后，整个基金会只剩1名全职员工，连 P2 主管詹姆斯·霍尔特都离职了，只留个虚职的顾问头衔。2024年的财报更难看，全年总捐款才310万美元，总支出却高达750万美元，真正拨出去的慈善拨款才180万，剩下的钱全花在了人员工资、公关运营、差旅招待上，等于说是打着慈善的旗号，养着自己的小团队，钱没怎么捐出去，
自己倒是花得挺爽。商业项目更是全线溃败，当年风光无限的 Netflix 1亿美金合约早就名存实亡，从亿元级的独家制作合作降级成了普通的优先看片协议，等于平台根本不给他们砸钱了。他们自己制片公司拍的纪录片《饼干皇后》，网飞连上线都不肯。全美446家影院小范围上映，首周末票房才25万英镑，单场影院平均收入才500英镑，连小众独立电影都打不过，直接赔到姥姥家。梅根主理的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更是惨淡，当年上线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，说要做高端生活美学品牌，结果一瓶普通果酱卖10几英镑，品质跟超市2英镑的没差别。上线3年销量一路下滑，65万件库存压在仓库里卖不动，临期产品最后只能靠它上节目送人情清库存。本来想进英国的哈罗德、塞尔弗里奇这些顶级百货，结果人家直接婉拒，说品牌定位不符，连入驻的门槛都摸不到。社交圈更是全面崩塌，好莱坞名流早就不跟他们玩了。当年刚去美国的时候，奥普拉、贝克汉姆夫妇、卡戴珊家族都凑上来蹭热度，现在纷纷划清界限。碧昂斯演唱会邀请他们去观演，连个后台私下合影都没捞着。当年交好的脱口秀主持人艾伦早就移居英国，不跟他们往来了。就连加州蒙特西托的邻居都嫌他们。第6页采访当地居民，人家直接说可算送走瘟神了，说他俩总仗着王室身份向社区索取过分帮助，从来不回报，天天媒体围着转，打破了社区的宁静，人人都盼着他们赶紧走。纽约邮报更损，直接用红色头版发评论，标题就叫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，拿独立战争的老梗嘲讽，说美国人再次击败了英国人，让他们赶紧滚回英国霍英国人去。堂堂前王子前王妃，混到被外国媒体公开感人的地步，也是没谁了。最纠结的还是查尔斯，一边是亲生儿子，带着2个孙辈回来，他打心底里高兴，晚年抗癌治疗，最盼的就是儿孙绕膝，所以他私下是欢迎的，也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帮衬点。比如安保的事，公家不出，他说不定会从自己的兰开斯特公国私产里拨点，帮儿子补一部分，毕竟是亲儿子亲孙子，他狠不下心真的撒手不管。当年安德鲁闯了那么大的祸，最后不也是查尔斯自掏腰包给弟弟兜底，亲儿子总不能比亲弟弟待遇还差吧？但他也有底线，私人王室家的模式，他绝对不会同意。桑德林厄姆协议是女王在世时亲自敲定的，是王室的官方定论，他不能刚继位就推翻。而且威廉态度那么坚决，他也不能寒了大儿子的心，更不能拿君主制的稳定开玩笑。所以他的态度非常明确，私人见面可以，祖孙团聚可以，公职、特权、公费半点都没有，回来住可以，自己找房子，自己付安保，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想借着回来就慢慢渗透回核心圈，不可能。他也在观望，看哈里这次回来是真心过日子，还是又想搞事情捞好处。如果是前者，父子情分还能慢慢修复，如果还是抱着投机的心思，那好处也有限，点到为止。毕竟他是国王，首先要对君主制负责，其次才是父亲。查尔斯也确实是心软，7月份的时候还邀请他们去海格罗夫庄园吃私人晚餐，祖孙见一面，聊聊天，但也就仅限于此了。私人家庭聚会可以有，官方公务活动半点门都没有。今年的巴尔莫勒尔夏季度假，王室核心成员全员到齐，打猎、教堂礼拜、家庭宴会，一样都没邀请他俩，等于就是把私人亲情和王室公务划得清清楚楚。儿子孙子可以见，身份特权不能给。威廉那边更是防得严严实实，王室内部的核心涉密信息，包括安保部署、国王行程、公务安排，全对哈里团队屏蔽。就连查尔斯跟哈里见面的内容，威廉的团队都会提前过问，防止有什么信息被哈里拿出去当素材爆料。说白了，就是不信任了，怕了他那套拿隐私换流量的操作了。其实整件事看下来，最讽刺的就是他俩折腾了6年，绕了大半个地球，最后发现自己早就没了讨价还价的资本。当年离开的时候，觉得是自己主动抛弃王室，去追求自由和财富。6年过去才发现，
是王室的头衔给了他们所有的光环和价值，离开了这个平台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占尽好处的路走不远，透支信任的账总要还。头衔换不来终身特权，投机换不来长久立足。既不想承担责任，又想享受所有好处，天底下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。在美国耗光了口碑，在英国耗光了情分，最后除了个空头衔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